发现了吗？普通人是很难财务自由的，因为普通人在存到第一个20万的时候，就想买个车，存到60万的时候，就想买个房子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高维认知。今天，我想和你进行一场并不轻松，甚至可能有点冒犯的深度对话。我们先来做一个很残酷的假设。假设现在你的银行卡里突然多出了20万现金，是你这几年省吃俭用、加班熬夜攒下来的血汗钱，你会做什么？大概率，你会开始浏览汽车网站，心想，我是不是该换辆车了？隔壁老王那辆 BBA 看着真气派，我也得有一辆，这样过年回家才有面子，谈生意才镇得住场子。好，再假设你更努力一点，或者运气好一点，手里的积蓄到了60万，甚至100万，这时候你会做什么？我敢打赌，90%的人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，绝对是买房，付个首付，在城市里扎个根，哪怕背上30年的房贷，哪怕每个月工资的一大半都要交给银行，你也觉得心里踏实，觉得终于有了安全感。发现了吗？这就是普通人无法财务自由的死循环。我们就像是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或者说，像是在转轮里拼命奔跑的仓鼠。我们拼命工作，赚取金钱，然后立刻把这些钱变成更重的枷锁，车贷、房贷、消费贷，把自己牢牢地钉死在现状里。我们以为我们在积累财富，其实我们只是在升级我们的牢笼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财务自由就像是一座藏在云端的山峰，我们拼命往上爬，累得吐血，却发现距离山顶永远差那么一大截。我以前也是这样。25岁那年，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富得流油，转身就去买了一辆合资车。我觉得我需要这辆车来证明我已经立足了。结果呢，每年的保险、油费、保养、停车费，像钝刀子割肉一样消耗着我的现金流。更可怕的是，为了配得上这辆车，我开始买更贵的衣服，去更贵的餐厅。28岁，我在 Parents 的资助下，凑够了首付，买了一套并不算大的房子。签字的那一刻，我认为我拥有了世界，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30年的债务合同。我不敢辞职，不敢生病，不敢请假，甚至不敢大声和老板说话。我就这样活成了一个号称光鲜亮丽，实则脆弱不堪的标准中产。直到有一天，深夜失眠，我随手翻开了那本被无数人奉为神作的《天道》，原著《遥远的救世主》。那一刻，像是一道雷劈开了天灵盖，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，把油门踩到了底。书里的主人公丁元英是个什么样的存在？有人说他是魔，有人说他是鬼，也有人说他是神，但他其实只是一个活明白了的人。他站在上帝视角，俯瞰着芸芸众生在欲望的泥潭里挣扎。书里有一句话，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：人这辈子最难翻越的山，不是贫穷，而是欲望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拼命攒钱就能实现财务自由，可结果呢？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怎么填也填不满。你赚2000的时候想吃肉，赚2万的时候想穿名牌，赚20万的时候想换豪车，赚200万的时候想换别墅。我们一直被自己的欲望和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标准人生模板绑架了。今天，我想借着天道里的智慧，撕开这个世界的表象，和你好好聊聊关于金钱、欲望和阶层跃迁的底层逻辑。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，叫做面子的陷阱。在天道里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，
丁元英隐居在古城，过着极简的生活。夏天没有空调，热得满头大汗，天天吃路边摊，一碗面条对付一顿，甚至为了买唱片，穷得把心爱的黑胶都卖了。他的朋友，那个开饭馆的王大海，化名，看着丁元英这副穷酸样，心里是看不起他的。在王大海的认知里，男人得混得人模狗样，出门得有车，吃饭得有排场，那才叫混出来了。王大海想让丁元英投资买辆豪车，理由特别充分，有面子啊，谈生意方便啊，别人看你开豪车，才敢跟你合作啊，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的声音？但丁元英怎么说的？他根本不为所动，在他眼里，车就是个代步工具，如果你的实力撑不起这个面子，那这辆车就不是面子，而是累赘，是吸干你血的蚂蟥。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人倒在了这个面子陷阱里？我认识一个做设计的朋友，阿姐，才华横溢，刚出来创业那会儿，手里攒了点钱，他觉得做设计公司得有门面，得让客户觉得有实力，于是他租了市中心最贵的写字楼，买了一辆保时捷，每天西装革履。客户确实来了，但大部分是被他的排场吸引来的虚荣客户，或者是觉得他有钱可以压款的流氓客户。结果呢，公司还没开始盈利，每个月的房租和车贷就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为了维持这个高端的人设，他不敢接小单，不敢露怯，最后资金链断裂，不得不狼狈关张，背了一身债。而另一个朋友大刘也是做创业，做的是农产品电商，他手里也有钱，但他干了什么？他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，天天跑农村，跑基地，跟泥土打交道。他穿得像个农民，住得像个苦行僧，周围人都笑话他，说他越混越回去。但大刘不在乎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了供应链优化、产品包装和渠道建设上。3年后，阿杰还在躲债，大刘的公司已经做到了行业头部，年流水过亿。这时候，大刘即使穿着拖鞋去谈生意，也没人敢轻视他。这就是丁元英说的文化属性。若是文化属性的人，期待救世主，期待外部的包装来给自己壮胆，期待面子能换来里子。而强势文化属性的人，只遵循客观规律，只看重事物的本质。他们知道，真正的面子不是车标，不是豪宅，而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是你手里掌握的不可替代的资源，是你银行卡里随时能调动的现金流。如果你现在手里有20万，你是选择买一辆车，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，还是选择投资自己的大脑，学习一项技能，或者去尝试一个小成本的创业项目，让自己真正变成一个有钱人？这是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选择，更是一个关于命运的分岔路口。我们要聊的第2个话题，叫做安全感的囚笼。如果说车是面子，那房子就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神。存到60万买房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，有房才有家，有房才有安全感。但是，在通往财务自由的路上，过早的背负巨额房贷，往往是自杀式的行为。让我们看看《天道》里的萧亚文。萧亚文是书里最清醒、最聪明的女性角色之一。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白领，丁元英的助理。按照常理，她这个年纪的女孩，攒了钱应该想着买房、结婚，安稳过日子。但是，当丁元英决定扶贫王庙村，搞格律师公司的时候，萧亚文看到了机会。这实际上是一场豪赌。
格律诗公司当时面临着巨头乐盛公司的起诉，胜算渺茫，一旦输了，不仅投资打水漂，还可能背上巨额赔偿。当时原本持有股份的叶晓明、刘冰等人，因为害怕风险，因为想要保住自己的那点安全性，纷纷选择退股保平安。而萧亚文呢，他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甚至到处借钱买下了这些股份，成为了格律诗的掌门人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他疯了，一个女孩子安安稳稳上班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拿身家性命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？萧亚文有一句名言，真正的机会往往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藏在别人不敢去的地方。他知道，跟着丁元英，哪怕是输，也是一种顶级的学习。万一赢了，那就是阶层的彻底跃迁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格律诗赢了，萧亚文从一个打工妹一跃成为了行业新贵董事长，而那些为了安全性退股的人，只能在旁边拍断大腿，继续回去守着他们的小店，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。我不是在劝你不要买房，也不是在劝你盲目冒险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所谓的安全性其实是最大的危险。当你把所有的积蓄都压在一套房子上，把未来30年的收入都抵押给银行时，你实际上是丧失了所有的机会成本。你不敢创业，因为怕断供；你不敢跳槽，因为怕断供；你不敢去另一个城市闯荡，因为房子在这里。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砖，砌在了城市的角落里，动弹不得。真正的安全性从来不是来自于房子，而是来自于你随时随地都能赚钱的能力，来自于你对未来的掌控感。我以前也是被标准人生绑架的人。28岁那年，我看着身边的同龄人都买了房，我也慌了，跟风上车。结果接下来的5年，我活得像条狗。读了《天道》后，我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我把房子卖了，还清了贷款，手里剩下一笔现金。我没有再去买更大的房子，而是租了一个离公司近、环境好的公寓。然后我把剩下的钱分成了3份，一份存定期作为保底，一份用来投资自己。我报了最贵的商业课程，学习编程，学习写作，学习 AI。 最后一份我用来尝试各种副业，开网店，做自媒体，做社群。刚开始我很焦虑，没房的感觉像是在裸奔。但是慢慢的，奇迹发生了。因为没有了房贷的压力，我心态变了。我敢于在工作中提出大胆的方案，因为我不怕被开除。我敢于在副业上投入时间和精力，因为我有试错的资本。我的技能提升了，眼界开阔了，副业的收入开始慢慢超过了主业。3年后的今天，我手里的现金流已经足够我全款买回当年那套房子。但我不会买了，因为我知道这笔钱在我手里能生出更多的钱，能带我去看不一样的世界。这就是认知升级带来的降维打击。我们要聊的第3个话题是关于弱势文化的病灶。在《天道》里，丁元英反复提到一个词，文化属性。他说，透视社会依次有3个层面：技术、制度和文化。小到一个人，大到这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任何一种命运都是该文化属性的产物。什么是弱势文化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等、靠、要。看看我们身边，是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人？工作不顺心，怪老板那是傻 X， 怪同事那是心机婊，怪行业不景气，从来不想反思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，生活不如意，怪父母没本事，
怪伴侣不体贴，怪老天爷不公平，从来不想想自己为了改变现状付出了什么。他们总是在等待一个救世主，等一个好政策，等一个贵人，等一张彩票中奖，来把他们从泥潭里拉出来。就像书里的叶小明、刘冰，他们扒着井沿看一眼外面的世界，丁元英拉了他们一把。但是当风险来临时，他们骨子里的弱势文化立刻发作，他们不相信自己能赢，他们只相信眼前的既得利益，所以他们退缩了，再次掉回了井底。而强势文化是什么？是天道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具备强势文化属性的人从不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抱怨是无能的表现。他们只问自己，目标是什么？现在的障碍是什么？我需要什么资源？我该如何达成？如果你想实现财务自由，你首先要剔除骨子里的奴性。别指望公司给你养老，别指望社保能让你体面，别指望子女能给你送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你要像丁元英那样，冷眼看世界，热心过生活。你要学会在规则之内利用规则，甚至驾驭规则。我们要聊的第4个话题叫做从攒钱到造血。丁元英在王庙村的扶贫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商业造血。王庙村是个什么地方？穷山恶水，村民们世世代代靠天吃饭，穷得叮当响。他们想致富吗？做梦都想。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等靠要，等着老天爷赏饭吃，等着国家发救济款，等着丁元英这个高人来施舍。丁元英没有给他们1分钱，他给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。他整合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，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。会木工的做音箱箱体，会翻砂的做金属件。他把生产环节打散，分摊到每家每户，降低了成本，规避了法律风险。然后他利用自己在上层社会的资源和认知，把这些看似土的掉渣的产品包装成了顶级的音响品牌格律诗，直接对标行业巨头，打了一场漂亮的价格战。这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如果你只是靠出卖时间、卖出体力去赚钱，那你永远只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。你会发现，无论你多努力，钱总是攒不够，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你的体力是会衰退的。真正的财务自由是建立系统，是让钱生钱，是让别人的时间为你赚钱。回到我们普通人身上，你说我没有丁元英的智慧，也没有他的资源，我怎么造血？其实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机会遍地都是。你有一项技能吗？你会写作，会画画，会剪视频，会做 PPT， 甚至只是会做 Excel 表格。以前你只能把这项技能卖给老板，换取一份死工资。现在你可以把这项技能产品化，你可以做成课程，放在网上卖，你可以做成服务，在平台上接单，你可以做成内容，吸引粉丝变现。这就是你个人的王庙村模式。我有一个学员，是个全职宝妈，以前天天围着灶台转，伸手问老公要钱，日子过得憋屈。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整理收纳。读了我的文章，受了天道的启发，她开始思考，我能不能把这个爱好变成一个系统。她开始在抖音上分享收纳技巧，不是那种随便拍拍，而是精心策划，教大家如何利用空间，如何断舍离。慢慢的，粉丝涨起来了，他开始接广告，开始卖收纳工具，甚至开设了线下的收纳师培训班。现在她1个月的收入是她老公的3倍，她不再是那个手心向上的家庭主妇，
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孩子的榜样。他没有攒钱，他是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印钞机。我们要聊的第5个话题是关于孤独的代价。这一段我特别想送给那些正在觉醒路上狂奔的朋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开始变强，开始追求财务自由，开始拒绝无效社交，开始不再随大流的时候，你变得越来越孤独。昔日的酒肉朋友觉得你变得清高了，不合群了；身边的亲戚长辈觉得你变得现实了，不听话了；甚至你的伴侣可能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学习上，而不是买个包包或者换个车。天道里，丁元英是孤独的。芮小丹死后，他吐血了，他的痛无人能懂，他的境界无人能及。但是这种孤独是强者的入场券，牛羊才成群结队，猛兽总是独行。当你试图脱离原来的阶层，你必然会受到来自原有阶层的阻力。这是一种物理学上的逃逸速度。火箭想要飞出地球，必须在起飞阶段消耗巨大的能量，去对抗地心引力。你的那些穷朋友、穷亲戚，就是你的地心引力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认知，试图把你拉回安全的平庸里。如果你因为害怕孤独，害怕被排挤，而选择了妥协，选择了重新回到羊群里吃草，那你这辈子也就只能是一只待宰的羊。你要学会享受孤独，在孤独中思考，在孤独中磨练技能，在孤独中与高尚的灵魂对话。当你真正跨越了那个阶层，你会发现，新的圈层里依然有朋友，而且是能和你灵魂共振、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朋友们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好的是，阶层的壁垒虽然森严，但认知的缝隙依然存在。坏的是，信息的茧房越来越厚，欲望的诱惑越来越多。读完《天道》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这3个词。第一，戒断欲望。当你只有20万的时候，请掐灭买车的念头。车是消耗品，是面子工程，你要把钱变成子弹，而不是烟花。第二，打破枷锁，不要被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的社会时钟推着走。买房不是终点，结婚不是任务。如果你为了所谓的稳定而牺牲了发展的可能性，那你得到的只是死水一潭的稳定。第三，构建系统，别再迷信勤劳致富了。农民伯伯最勤劳，但他们最穷。你要学会抬头看路，学会利用杠杆，学会建立自己的资产项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业，只要它能哪怕在你睡觉的时候为你赚1分钱，它都比你加班熬夜赚来的加班费珍贵1万倍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段丁元英的话，也是我无数次在深夜里以此自勉的话：神就是道，道就是规律，规律如来，容不得你私意，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。所谓的财务自由，从来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掌控欲望、洞察规律、驾驭金钱的能力。当你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而买单，当你不再为了虚幻的安全感而透支未来，当你开始真正投资自己的大脑和灵魂时，你就已经踏上了那条通往天道的救赎之路。只要你还在路上，山顶的风景终将属于你。我们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们的欲望到底是为了让我们更接近幸福，还是把我们推向了更远的地方？或许当我们学会与欲望和平共处，真正理解够用就好的时候，财富自由就会不期而至。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。
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。这里是高维认知，你的老朋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刺痛了你，或者唤醒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，转发给那个还在迷茫中挣扎的朋友。也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改变他的一生。我们下期见。